大家好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热搜新闻。我很高兴看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技术和大数据的投入，这将贯穿我们体育产业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，对我们的决策有很大的辅助作用。在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北京团小组会议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篮协主席在一次演讲中表示，作为体育行业的从业者，他也希望尽快享受到国家在技术和素质方面的投资带来的好处。这次全国人大和政协期间，姚明更加关注人口问题。他说，人口问题关乎我们的未来，体育产业也不例外。我们需要在各个行业培养下一代，希望增加这方面的投资，降低培养年轻人的成本。我们来看网友评论，在14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的热烈讨论中，中国篮协主席、全国人大代表姚明的讲话引起了全国与会者的广泛关注。姚明不仅以运动员的身份为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建设性的建议，还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对培养年轻人成本表达了密切的关注和期待。他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，降低年轻人的成本，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放更多培养人才。姚明指出，人口问题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发展的发展和竞争力，养育子女的成本作为影响人口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因素，也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。高昂的育儿成本不仅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年轻人的发展机会和潜力。他强调，为了让年轻人更好成长，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，就有必要从降低育儿成本的根本问题入手。姚明认为，降低年轻人的教育成本需要政府、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，建议父母和加大教育、医疗、体育和等领域的投资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，减轻家庭负担。同时，他也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年轻人的成长和发展，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，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。此外，明强调，个人也应该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，培养孩子综合素质和能力，而不是过分追求物质享受、短期利益。如果说姚明只谈降低育儿成本，没有进行系统讨论，那就意味着这只是宏大的提议，形式多于内容，意义也较少。育儿成本的内容也非常复杂，影响到整个身体，因为所涉及的利益是各个行业，例如如何减少多少，父母的育儿方式和方法，学校教育的成本，社会相关行业是否同意和支持，成本降低是否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，造成大量企业和机构破产等。若没有相对系统的应对计划，那么这一提议只是天台镜下的水月倒影，美丽而不如切实际。就基本经济而言，众所周知，世界上只有3类人赚的最多：儿童、妇女和老年人。子女的抚养依赖于父母和家庭成员的大量经济支持，女性在外表、身材和竞争力上投入很多，老年人将为生命的延续做出重大贡献。虽然3大因素看似并不密切相关，但是仔细想想，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。只要将这3个因素作为一个整体，任何一方的经济波动都不可避免的会对另两方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。以这个问题为例，若我们直接的能降低抚养年轻人的成本，那么其他2个人的生活成本肯定会增加，这是资本循环的必然结果。换汤不要药，这一提议这另外一个不现实的方面是，政府能为儿童提供免费的教育，他们成长所需的费用支出仍然很大。这3样相比，这方面组织一直加长，这些方面做出贡献，因此国家行动不会任何结果。这样意义是什么？国家所做的只减少降低抚养孩子的成本，无非是教育和医疗保健，但这2个方面的家庭总支出所占的比例并不大。
最大比例仍是孩子食入费用。工作才能掌握这种情况，因此所需降低信任成本，不就增加家庭的个人收入，真有成本效益和效果。收入的目的，他并不敢提。最关键的问题是直接输入，只要人民在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，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。也不要在每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扭曲的、失效的，不符合下层的阶级行为的正常规律。房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，尽管住房是必需品，但房价与不同人的实际收入有很大不同。城市里一套房子基本可以提供大多数人所有财力，也能承受沉重的债务压力。抚养孩子的费用不能被视为家庭问题，在这方面，姚明的建议书是本末倒置，这个提议是非常片面的，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生活压力是什么，看似为了老百姓，实质意义不大。